大家好，我是 Kat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结合 Cursor AI IDE 和 Python 来提升工作效率，特别是在处理字幕和自动化任务方面。有些人觉得 Cursor AI 它只是炒作，但是实际上我制作过几个视频，只有真正用过它的人才知道它的确对我们帮助很大。那我今天制作的这个视频呢，对于一些 AI 编程新手也是比较适用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利用这个强大的工具。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 Cursor AI 来优化字幕文本。这里呢，我放了一个是我上期的一个字幕，不过呢，这个字幕呢是剪映直接识别出来了，没有修改后的。我在上次视频里面呢，我就是通过 Cursor 来帮我去修改这个视频的字幕的。可以看一下这个字幕内容还是比较多的，有525行。那首先呢，我是让他帮我写一个脚本，先把这个字幕分拆成3个部分，帮我写一个 Python 脚本，把这个字幕文档分拆成3个文档，分别新建到一个新的文件夹里面。这里呢用到的就是 Cursor 的Command 加 I Composer 的一个功能。Command 加 I 是它的快捷键。它现在帮我们写一个脚本了。为什么想要分拆开来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咱们的字幕文档比较长，比如说这个字幕呢，我其实是有27分钟的。那 Cursor 的，因为它的上下文模型上下文的长度有限，所以呢，它可能一下子没办法一次就把所有的这个27分钟字幕都给处理完，所以我把它分拆成3个。现在呢 ，Cursor 已经帮我们写出来了，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能否运行成功。点一下，然后它已经分拆开来了，可以看到这里面有3个部分。那我们先对第一个部分做调整。我这里呢还是打开 Command I。对，这里的话文件也需要注意一下，这里我这里已经设定为 Part 1了。然后呢，我把这个提示词提前准备好的提示词放里面，点 Enter 来看一下效果。它现在就在修改了。这个提示词呢，就是我调整了一下，就是我希望它修改矫正字幕，但是不要改变时间码和结构，也不要合并任何的行。然后我希望它删除口语化词语，调整把长句子拆成短句子，还有去掉一些重复，调整一下标点符号，然后把一些大小写也给我识别出来。它这里的话还在应用中，我们再稍等它一下。可以了，它已经修改好了。那我们要确认一下它修改的你是否认可。首先呢，这个我是认可的。为什么不一下子点这里 Accept All 呢？是因为我之前在测试的时候呢，发现它还是有错误的，并不是完全100%正确的。我说的有错误呢，就是比如说这里写的还有最后，它可能下面它会把这个句子的语序进行调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说话的声音是有一定的对应的单词的或者是文字的。那如果它虽然把我们的这个句子整体修改的更流畅了，但是跟我们说话的声音字幕对不上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再进一步去确认。你看这里，它其实做的非常好。我呢读这个 Replit Agent
读出来不是很标准，它可以帮我，上面呢是红色的部分呢是剪映自动识别出来了，绿色的部分呢是 Cursor 帮我修改出来的，就很完美。然后这是视频里面的一段英文。他还把各种大小写给修改了一下。可以看到这里也是英文单词也修改出来了。我教他之前把一些语气词去掉，他这里也去掉了，这里的你也去掉了，这个也是的。而且他还有一点做得非常好的时候，就是剪映里面识别出来的字幕有很多，比如说女他、男他、宝盖头的他，分辨不出来的话，但是这个大模型它是能分辨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呢特别好。当然了，也不是完美的，比如说这个，我就想要改成宝盖头的他。那这个例子我们现在就演示到这里。在之前的例子里呢，我写过 Cursor 和 Obsidian 结合。那因为我习惯是用 Cursor 的命令行去打开文件，那实际上对比如说普通的 TXT 文件，或者是 Markdown 文件，或者说是这里的 SIT 字母文件，我们都是可以直接通过右键这个文件，然后选择 Cursor 来打开的，不一定需要通过命令行来打开。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像这个字幕呢调整，看似简单的调整，实际上大大提高了我做字幕的一个调整速度。咱们可以给你看一下，在剪映里的效果。右侧的这些字幕呢都是剪映自动生成的。那这边我试过，就是这个字幕大小好像就只能是这么大，没办法调得更大。然后在这样一个字幕大小的里面去处理修改字幕的话，比如说双击处理，那其实这边背景颜色也比较暗，然后呢字体大小也比较小，所以处理起来其实真的不是很方便。而用到了 Cursor 的话，我可以换成别的我喜欢的各种背景绿色的护眼的黄色的方便阅读然后我可以放大字体各种各样的去进行一个调整。而且这里 Cursor 用到的 Cloud 的模型，它是一个对写文章非常厉害的一个模型，识别能力真的超级棒，所以非常推荐。很多人学习编程可能就是从 Python 开始学的，那有了 Cursor 之后呢，可以说让 Python 学习的一个成本降到了一个入门门槛降到了极低。那我们现在呢，我将演示几个实用的 Python 脚本，这些脚本都是由 Cursor 来写，然后我跟他提要求，它呢可以显著帮助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现在呢，我们将编写一个脚本，使用 requests 和 Beautiful Soup 来爬取指定的 URL 的所有标题和链接，并将结果保存到 CSV 文件中。这里它会让我们要安装什么库，然后呢，这里是它的代码。他没有把这个代码给我直接新建一个文档，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手动保存一下，然后运行一下。运行之后，它已经保存到这里了。那我可以让它修改一下，让标题和链接放在同一行里面。
它就在修改了。我们点一下 Offset， 我们可以把这个删掉，不删掉也行，它会覆盖掉的。很快就出来了。这里的内容还是比较繁杂的，那我们让它调整一下，比如说我直接选中它，然后 Command K， 我和它说提取一下新闻要点，改成中文的标题，也给到对应的链接。可以看到它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但是它右侧的链接有点不像我们平常的那个链接，不像我们平常以 HTTP 开头的链接。为什么生成的链接没办法点开？它现在就帮我们加了一个网址前缀。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在Python 脚本里去做这样一个说明，让它去修改。我这里的话就是直接从它生成的文件里面让它去修改了。我们点一下 Offset， 看一下 All in One，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Apple Watch， 对的。假使我们每天定时运行它一次，那我们就能快速浏览到每天这个首页上有哪些新闻推出来。那我们在浏览标题，看看哪些感兴趣的，就再点击标题去阅读。我已经把 text PDF 这个文档里的 PDF 文件给删除了，然后呢，回到 Cursor， 我给它提要求。我的意思呢，就是希望使用 Watchdog 库监控特定的文件夹，自动识别新添加的 PDF 文件，并且使用一个 PyPDF2 来提取文档内容。现在已经生好了，我们点一下 Accept。我们要先运行这个Python 脚本，然后回到我要测试的这个文件夹，把 PDF 文档复制进去，可以看到瞬间就出现了它提取的一个文本 ，PDF 提取的文本。我们可以回到 Cursor 这个界面，可以看到这里终端里它写出来，他说开始，因为我运行之后呢，它就开始监控这个文件夹了。检测到新闻 PDF 文档之后，它就提取，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当然，对于现在有一些 PDF 文档，它又有图片又有文字，那我们只提取文字的内容的话，还是不是很合适的。那可能更需要用大模型来去识别比较好。但这样的一个脚本其实是可以帮我们处理到，假设我们有一些内容需要批量处理的，我们就可以新建一个文件夹，里面有个 Python 脚本，然后呢，让这个 Python 脚本一直在运行。之后如果有文件需要处理，直接把这个文件拖到这个要处理的文件夹里面，系统呢就会自动监测有没有新的 PDF 文件啊，有，它就帮我们处理了。这是非常方便的。接下来我们将创建一个脚本，扫描指定的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根据文件拓展名将它们分类并移到相应的子文件夹里。这可以帮助我们快速整理杂乱的，比如说桌面或者下载文件夹。那左侧呢，我这里已经建了一个 test 的一个文件夹。这个文夹里面有2张图片，有2个 PDF。我希望它把图片放在 image 的一个文件夹里面， PDF 就放在 PDF 的文档里。
现在呢，它已经帮我们新建了一个 File Organizer 的一个Python 脚本，我们点一下，然后回到这个，把它打开，瞬间文件整理完成。咱们回到这里就能看到 Image 已经到 Image 下面去了，然后 PDF 已经到 PDF 文档下面去了。我们将编写一个脚本，使用 Pillow 库来处理批量处理图片。在图片的右下角呢，添加一个半透明的文字水印。我们还将添加 Watchdog 功能，实时监控并且处理新增加的一个图片。还是放在 Composer 的一个功能里。大家可以看到左侧我有一个 Test 的文件夹，里面现在没有图片。右侧呢 ，Composer 再去写这样一个脚本，它这里已经写好了，我们点一下 Offset， 找到这个给图片打水印的脚本，然后点击运行。运行之后呢，我就可以把我需要的图片复制进来了，复制或者是拉取到这个文件夹里。这里出现了问题，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让 Composer 来帮我们来处理一下。之前我们做的那些脚本呢，还是比较顺畅的。那这一个脚本呢，出了一点小问题，没有关系 ，Composer 的话都可以帮你去做一个修改和调整。我们再 Accept 一下。这个文档呢，先暂停一下。我们把这个图片都给删掉，先运行一下这个脚本，让它 monitor。我们把图片直接拉取过去，可以看到这里在处理了，它显示6张已经处理完了。我在这里看到了处理后的一个打水印的内容，可以看到右下角有一个水印。这里也是右下角一个水印。当然，我们这里的话改一下这个输出的目录比较好。比如说，我把它改成我之前 text 的同目录下面，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我们再来演示一下如何下载 YouTube 的字幕，并且进行处理的一个流程。这里呢，还是打开 Command I， 然后把这里刷新一下。我是希望它运行之后呢，就可以让我填写一个 YouTube 的完整链接，然后让我选择是下载中文字幕还是英文字幕。它已经给我生成好了，那我们点击 Accept 一下，在这里运行一下，它显示没有这一个库。我让它换一个安装的库来帮我来实现。看来我这个库的名字都写错了，但是它识别出来了。让我输入完整链接。这里呢，我放一个我上期视频里的链接。它让我选了1吧。好了，现在正在下载，已经下载成功了。我们来看一下，是这个。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选中。那如果不想要看这个字幕的话，直接比如说让它总结一下要点。稍等一下，它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了。
它把这个时间的轴也给我保存下来了。那其实我是不需要它这样子处理的。我这里选择一下 Reject。我需要你帮我对这整个字幕做一下处理，整理成要点，不少于10个要点，是一个段落的形式。我们来 Accept 一下，看一看是不是很棒，然后就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个怎样的一个整一个流程了。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一开始和YouTube 这个下载的一个脚本里面，字幕下载的脚本里面，就给他提要求说，我最后呢，我不是想要看字幕，我就是想要看一个总结，他会很快帮你调整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个讲解，我来总结一下，就是这些呢技巧可以帮助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那其实很多工作的话，我们是可以直接来让 Python 来处理的，非常迅速的。之前呢，我也讲过 Cursor 来做一个数据分析，里面我有讲到用Python 生成一个 Streamlit 的一个应用，是非常好用的。那最后呢，感谢大家关注我的视频。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欢迎加入我的知识星球。我们下次再见。